你们有得去住的？有，但是只有夏天能住，冬天住。西藏姑娘梦想走遍全国，看不同的人文、民俗、风光。邻居四川真的很穷吗？每年有很多四川人跑全国打工，一些没来过的朋友就会感觉这里可能不好。首先，不要和珠三角、长三角地区比较，那么卓玛就有了内心的答案，相信各位朋友也是。欢迎把您的答案进行留言讨论。今天依然是美化改造农村自建房，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即将结束了。今天也是改造美化房子的最后一天，随后过不了几天，朋友家就要背起行囊继续西藏的打拼生活了。经过了1周多的努力，现在变化还是非常大的。从那个房子开始，然后这边上个时候这边都还没修完，今天就是准备完工了。现在铺这个外墙的铁钉，今天就要完工了。这栋农村自建房已将近20年了，当时的投资足够在成都买房。各位朋友觉得条件如何呢？里面的洗手间也修好了，铺了这种瓷砖。像是开始我老家那边修房，基本上不会用这种砖的，我们大部分都是用那种土坯或者是那种石头，这种砖基本上很少。之所以朋友一家当时能把自建房落成，主要还是当时去了西藏，他们算是最早去西藏的那一批四川人。有多早呢？朋友96年在西藏出生时，已经在高原工作好些年了。之所以能认识朋友而从西藏到四川做客，因为是我朋友的同学在西藏的学校，其实很多来自四川的学生。之前看了官方公布的数据，四川人除了去北上广和浙江，剩下大部分都去西藏和新疆，两地加起来的人数在全国四川人分布的地方可以排第4名。出远门是为了生活更好，西藏虽然条件艰苦一些，但报酬还是比较高。经过一段时间积攒，就把这个为子女结婚用的房子修好了。当时成都的房价和修房的花费一致，不过很少人想去城市。随后搬进城市成了趋势。两位长辈在第2次积攒后，在老家城里也安了家，而当初未想过的成都也成为年轻人的目标。刚刚朋友和他爸爸说的就是在成都买房的事情。大学毕业后，本来在西藏卢兰工作，随后并未留在西藏，成了成都高新区的一名社畜。在那里，朋友认识了男朋友，来自四川达州，两人正为在成都安家而共同努力。车和房的负担虽然很艰苦，但也算甜蜜的过程。四川的基础越来越好，大部分人都摆脱掉了绝对的贫苦，只要四肢健全，有一份工作，就吃得饱穿得暖。无论在西藏还是四川，以卓玛亲眼所见，像朋友家这样的情况有很多，大富大贵只是小部分，大部分人都平凡且普通，但这并不是贫穷。又回到官方数据，最早以前广东沿海也并未发展，所以流出人数最少。后来随着深圳等经济特区潮流，四川人奔涌向南方，江浙沪等地同样也是首选。算是完工了，但是明年回来还得再弄一下，因为里面的家具啊那些还得买。然后大家看到没有，就是跟之前还是差距挺大的。现在还有这边弄了一个小门，差不多了，回家。四川人走向全国时，是国家东南沿海腾飞之时，所以就是人口流出最厉害的省，到处都能看到四川人和河南人。四川早前和别的地方的确差距很大，但这10年，四川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，流出人数却是减少了，比河南、安徽少了些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成都起来了，隔壁的重庆也起来了。就是我们原来是那可不动车，这个去年就遭别个动去了。我们地要在老家。弄房子的，弄房子也，
我们这个20年没。现在作为和北上广差一点的地方，也有更好的工作选择以及基础建设发展，居家离境的诱惑留下了年轻人们，侧面说明四川的变化是越来越大的。住在镇上还不用。什么些为主？其实话，外婆就住在镇上。如果说以前很穷，但现在不那么穷了。在嘎拉桃花村，门票收入80%为集体分红。2019年桃花节门票分红，每户最少可以分8万，最多可以分到13万。今天这期视频讲讲旅游对西藏的意义。Hello， 人间观3个桌面云彩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多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现在在西藏林芝桃花村，今天呢是一个重大的日子，就是1年1度的桃花节开幕了。现在呢带您去看一下到观景台上面，然后看到桃花村的全景的石头花。这呢是传递的油菜花，看到这些油菜花我都有点想家了。今天在桃花村里面特别的多，外地游客也非常的多。这里是西藏林芝，每年旅游胜地开篇，也曾是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桃林场景的取景地。林芝作为西藏气候相对湿润的地方，和日喀则、亚东县、吉隆县一样，都是山清水秀，属于植物生长的温室。林芝的桃树名叫光核桃，这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物种，只分布于西藏、四川、云南。所以西藏林芝的桃树和江南地区的碧桃树不一样的，桃树普遍的特点是抗寒，但光核桃长命可达1000余年，这是其他桃树都相比不上的。这呢是桃花村的同心锁，如果和自己的爱人到这边来的话，就是永远得到幸福。3月的林芝，冬季的尾巴刚刚过去，这里就成了花的海洋。虽然远方的山上依然有雪，但是山脚下却是粉嫩的桃花。随着桃花的盛开，西藏林芝同时期举办的就是桃花节。桃花节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，截止是2021年，已经走过了19年的年头。对于西藏林芝来说，桃花节非常重要。对于林芝真巴村嘎拉自然村来说，桃花节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。2001年，西藏林芝的旅游人次只有10万人左右。2002年桃花节举办后，达到了20万左右。随着10多年的发展，西藏林芝旅游年最高人次已经达到了864万，旅游收入达到了72亿元。桃花节一般持续半个月左右，旅游人次超过10万，仅门票能收入超过400多万。这条路呢，一直往前走就是到四川的，很多骑行者还有自驾游的朋友都是经过这条路，然后最终呢到达拉萨。在嘎拉桃花村，门票收入80%为集体分红。这个村一共有33户人家，总人数超过200人。2019年桃花节门票分红，每户最少可以分8万，最多可以分到13万。除此之外，依靠种地、民宿、餐饮、特产和村民还是有额外的收入。依靠旅游发展，不仅保护了林芝的生态环境，还让西藏林芝的农村走进了致富的道路。这里面呢是一些林芝的特产，过去看一下。过去因为要生活，免不了砍伐树木。自从西藏的旅游业崛起，大部分乡村都可以依靠旅游让生活更幸福。我买了一个林芝人物形象的一个小玩偶，藏族姑娘。西藏的人把生态环境保护起来，把西藏美丽的一面展现给外地朋友。以林芝桃花村为例，这里野生桃树有1253棵，产生价值的同时，生态环境也会越来越好。那儿没有，那儿呢就是林芝的未来的火车站。这个是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，今年6月份通车，有可能是高铁。2019年，西藏旅游人次超过了4000万，相信这个数字在2021年会更高。
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，所以只能大力的发展旅游业。西藏当地的人和旅游结合，通过勤劳致富。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欢迎外地朋友都来旅行，也希望外地的朋友能尊重当地的文化环境，带来的垃圾要带走，做文明的游客。现在呢，开幕式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准备在这个空的舞台上面拍几张照片，后面也有好多人拍照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拍个照片，干杯！耶！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。